我哥施宇豪为什么在晴朗床前哭？他是真的后悔了吗？我相信那一刻是真的，但是他本身就有表演性人格嘛。这个。兰姐墓碑上的兰为什么没有水？你真的想听吗？就是因为搞错了。写错了，答案很简单，写错了。对不起。所以你没看见我在戏里，我对着那个墓碑哭，我说兰姐的水呢？他们外面在拍大全景，进去之后会那个啥的，会入镜的。但是当时我跟导演，我们俩看见这个墓碑的时候，我们俩面面相觑。我就说，那我表一下吧，我就说兰姐的水呢？其实兰姐的水在哪里？你们知道吗？瓢泼大雨，就是有一种雨打在墓碑上，其实就是兰姐的水。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水变成了漫天的雨，然后一直在浇灌着我们。为了三点水临时改的剧本吗？没有啊，兰姐一直都是有三点水的，只不过是墓碑没有三点水。墓碑那个先生邢兰女士那个兰字没有三点水，是因为其实也不是道具的问题，是厂家在制作那个时候的问题。那场墓地的戏，然后大家都还挺辛苦的，因为有一个长镜头是我们一个人去献花嘛，我先走，然后我先哭，然后那个他俩把我扶起来，然后他们有后面，然后最后施宇豪，然后对所有人都来嘛。对你的那句兰姐的水呢？水呢？啊！果哥，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其实有很多场。刚刚一个说了这个墓地的戏印象很深刻，因为确实要淋雨。大家也知道，我是不可能让他们独自淋雨的。淋完雨之后，第一时间冲上去送伞。就是我一直都在做戏外的事情，就戏里的事情在戏外做。然后我记得当时，真的，因为雨停的话，那个淋完之后，它是有一个瞬间水才灭的，因为就是赶紧过去。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说打伞，打伞是在晴朗家外面的那场戏也是去淋了。是为了给他送伞，然后淋了。还那场戏是因为要给他们裹保暖的毯子，因为那是在冬天的云南的山里。然后我们淋完雨之后，其实如果是在夏天，其实还 OK， 在冬天淋雨，所以真的很冷。然后而且是我们是在一个山里，所有的浴巾都湿了，而且拍了好几遍。对，然后特别冷，然后那场戏就大家都冻麻了。冬天山顶帐篷那儿是不是也超级冷？帐篷那块儿，我想想，下午的时候不冷，晚上的时候冷。下午的时候阳光很足，而且很晒。有花絮吗？墓地的那个裹浴巾的。我想想，因为那个时候都在关注到他们，让他们赶紧回车上休息。那个时候就没有人空着手是拿手机的。对，果哥长这样。果哥，你是哪个公司的人？我是嘉兰山印的人呢。文书哥私下也这么斯文吗？黄老师是一个
其实跟文书有点像，我觉得有点挺闷骚的，对，但是也他是那种很认真的，他应该是土象星座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种很认真的人。你看见他平时就是很干净，然后很整洁的一位老师。真有公司叫加兰山，我是说戏里啦。金叶子摆了多久？金叶子那场戏我没有在，我不是说中间我消失了几天嘛，就是回来拍别的戏。金叶子那个事儿啊，我知道那个金叶子。我不是我拍，我是导演助理，相当于我每天都会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工作吧，就是在不拍果哥的时候，因为我首先我要照顾好导演，然后我帮导演拿饭，然后帮导演因为导演喜欢喝茶啊，然后拿着他的水壶，然后还有就是现场，就比如说有一些小的调度的时候呢，那我会协助导演一起去想这场戏该怎么拍，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帮忙搭戏，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打电话呀，然后那种可能不在同一个时空的那些戏的话，可能都是由我因为我作为演员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在那个状态里，就有的时候会帮他们搭一些戏呀。还有其实就是很多琐碎的地方吧，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其实都有在干。有的时候可能导演真的比如说这场戏也会说交给我，但比较少啦，基本上除非是他中间有身体很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我会出来帮他顶一下。果哥一直都是做导演助理嘛？不是啊，果哥其实我是学的录音，就是研究生是学录音呢。但是可能大家不太懂录音是什么，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音响导演。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在本科的时候就叫音响导演，其实就是负责声音的把控，包括影视剧啊、音乐呀，还有晚会呀，对这些声音的设计和构造。其实在做影视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到一些镜头这种蒙太奇的东西，但是我是想学习一下，所以才去了。是配音导演吗？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专业有一个分支是专门是做这个 VDR 的，就是做对白、做配音、做拟音、做影视的。广播剧的配音导演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种，就所有跟声音有关的，你可以理解为都是我们。对。南大的声音很 C 位，对，我觉得他条件很好，因为他也是学表演的嘛。其实我体重没怎么变，那个时候你们在戏里看到，可能确实横屏会显得人更瘦，而且更胖，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很肿，就有点肿，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肿。导演怎么发觉的果哥这个角色让你演出来这么妩媚？说瘦啊，就是确实是因为在云南的冬天，然后有时候早起来会比较肿。然后关于导演让我来演果哥，这个是刚才我讲过了，就简单来讲就是导演找我，然后我就欣然同意，然后前后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打了一个视频，然后再喝8+1，那个时候状态很亢奋，然后就导演就说：“哦，你很像果哥。”
然后至于她的妩媚的这一面，就是她有一点母母的，然后或者说，当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是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我是参考了很多我身边的经纪人的朋友、助理，他们都很抓马，就是他们对外就是要像一只老母鸡一样保护自己的艺人，那向内的话又是很温柔的，所以我觉得很有特点，很有特点。果哥觉得刘金宇这小孩很懂事吧？有的时候会闹点小脾气啦，但是是一个很善良，然后很单纯，然后很可爱的小男孩。基本上，而且我们一直都蛮好的，我们3个人从来没有，就一直都特别好。我们3个第一次关系很近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在长阳家的那些戏拍得很赶，然后很累，我们真的晚上我们就说我们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可能让他们2个住在，所以我陪着，然后我们3个一起吃饭啊什么的。那天晚上聊了很多，对。那时候是戏里第一次认识，就关于其实有的时候是缘分吧，因为我们确实会更近一点，这样你要说戏里其他的演员，其实大家关系也都很好，但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是缘分吧。他们第一场NC 戏是哪一场？第一场是涂抹精油那一场应该是第一场，那也是来那个长阳家的那个景第一天拍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吧，就是精油，就喝醉酒回家的那些醉酒的状态不是那天拍的，但是先拍的应该是长阳是上半身是没有衣服的，然后躺在那里，然后去拿油过来，然后帮他按摩，那个是第一场，那个不算是吧？那我想想啊，那就是也是那2天晚上的时候，那个绿色浴巾那块算了吧？那个也不算，第一场是楼道摄影师说的就是第一场明白了，那好像真的是那一场。那前面都没有说真正的是吧？那就好像是楼道那一场，是就是先拍的一定是在长阳家的那个景，那个里面如果是 NC 系的话就是看完电脑回到床上，那个是他俩第一次在戏外有接触的戏。我的印象是就是第一次就是碰到了，大家以导演说的为准，有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但是我记得他俩第一次碰到对方的那场戏应该是在戏里应该是插完那个U 盘，然后什么时候发现你的生日什么什么的，然后回到长阳的屋子里，然后在床上，那个好像是你说我的手夹了一个卡子。果哥现在哪里？果哥现在在郑州，对，就刚刚说到，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第一场他们碰到对方，应该就是因为在剧本里那场戏没有说一定要干嘛干嘛的，但是他们拍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说天赋异禀啊，这就叫真正的天赋异禀啊。所以我当时就，所以我才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天赋异禀这4个字儿，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从我先开始的。对，所以我印象很清楚。但是可能我们理解不一样吧，就是真正的第一场就是完全 point to point 就是的这种戏，我好像真的不太记清楚了。我只是说那个是他们有肢体接触的第一次。你现场磕得开心吗？当然啦。裹个金腰带能说说吗？金腰带是啥？是戏里有这个吗？摔跤是在帐篷吗？哦，就是华胥他俩在长阳床上摔跤，我可能我这个我有点不太记住，因为太多了。摔跤算什么？请问摔跤算什么？对，是的，就是长阳床上那场，插完 U 盘回来那场是第一场，那场是第一次，我就说嘛，那场就是第一场。对，就是那一场，就是那一场摔跤，就是那一场，那是第一场。哦，原来对抗路是这么来的。那上小剧场的是哪个是最先拍的？我想想啊，那就是楼道里那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楼道里。你们得提醒我一下，冰块是什么？就我可能就是比如说金腰带是摔跤，这我哪能知道？是你说楼道那场，对，摄影师就说那个楼道里是第一次，懂吗？然后第一次肢体接触是摔跤，对。冰块是什么？冰块是红酒。冰块我不知道啊，冰块真的不知道。能大概说一下各个场景的拍摄顺序吗？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先在昆明，然后拍了公司的戏，就公司里那些什么，朗迪跟嘉玲姐谈话呀，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些我就不剧透了。然后很重要的是在公司，对，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我来来回回呀，然后那些都是在公司拍的，那是在昆明拍的。然后在昆明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长阳家，就大漠雨村，然后拍了所有长阳家的内景，就楼梯啊，包括梦境的长镜头啊，还有倒茶呀，那个泡茶呀，还有痒痒挠啊，全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是去了大理，对，去了大理，然后就是拍了综艺的那些，应该小剧场有吧，要不然就是或者片尾好像把综艺的那些放在片尾了，因为可能就是去拍了综艺，大理古城里拍了那些综艺的片段。然后在那个大理的民宿，在大理的好几个民宿，其中有一个民宿是半山的那个坡上，拍了拍杂志的那些戏，拍杂志，还有就是那个大门外的外景，就是拍了很多施宇豪开车在那个地方停着，然后李秘书下来警告他，还有常阳开车进来出去，就庄园。然后在大理还拍了在楼道里的，就是我们一出场，我跟兰姐还有齐浩宇还有韩露那块儿，其实在大理拍的蛮多的，大理真的拍的蛮多的。那个酒店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其实
对，喜洲古镇旁边的那个民宿就是拍了最新11集里面施宇豪在朗迪那儿哭的那一场戏，还有在那个民宿里还拍了什么？就是韩露跟齐浩宇的那个浴室戏，那个地方，那个是我突然想到的，我就说这个侧光打在那个玻璃上，他们俩一定会非常好看。那个戏也是在喜洲民宿拍的，喜洲民宿还拍了，反正还那个地方那个民宿很漂亮，很漂亮啊！7年前我们直播的那个戏也是在那个民宿里拍的。就是他们只有一个发型的就是长头发。对，只有一个发型就是长发。果哥，你们剧组里一般都吃啥呀？就是盒饭呗。吃盒饭有的时候会改善一下伙食，但大部分都是盒饭。最后面拍的是哪些？我想想啊，然后我们去完大理之后呢，其实就相当于真的是开始打野了，真的开始打野了，就是一路开车到临沧到临沧，然后到西双版纳那一路上，咖啡庄园，然后就是那个韩露齐浩宇日出的戏，在就西归的戏，还有一些茶厂的戏，都是在临沧拍的，然后我们就，然后后面又去到离澜沧江很近的那个村子里，拍了后面的戏，对，拍了后面的戏。还有就是茶山也是在那块拍的，就是许文书带着晴天去茶山拍纪录片也是在后面就真的开始上山下海了，然后又去了哎呀，具体的话我回头得再复习一下，去过太多地方了。然后后面又拍了原始森林里的那些戏，就是拍春山素，然后又是那个就在原始森林里的那些戏，原始森林里还有拍了后面的戏啊。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就是去到大理，其实还拍了很多呢。大理还拍了外婆家，就是长阳自己什么长阳家，晴朗家，晴朗晴天家妈妈外婆的戏，然后对。我们拍了58天，走那么多地方，真的是沿着澜沧江一路南下，去了10几个地方。花絮是你负责拍，对的，花絮是我负责。但是是赵巡演，今天赵巡长阳在猎人学校的那些戏，应该是最后一天。亲戚酒店这个回忆又在攻击我。大 G 的戏其实很重要的一场大 G 的戏，除了停车场真的大家我们都是各种找哈，你可以理解，在酒店的楼下的停车场、商场的停车场，然后各种停车场去拍那些停车场的戏。然后大 G 有一场戏是在喜洲古镇，那天拍完喜洲所有的戏之后，旁边找了一个很黑的鸟不拉屎的一个山间小道，然后拍了大 G 的那场戏，就是有那些哈气的那些地方。大 G 的戏有花絮吗？大 G 的戏是这样，因为那个车上你们看到他们俩在车上，其实里面有好几个人，我都完全进不去，而且那天就很冷，然后外面就很冷，如果我们站在外面拍里边的话是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里边有灯，外面是黑的，所以那个就没有花絮。对，我们当时都在外面，我们都在大 G 外面，好有钱，大 G 是导演的嘛。就算是谁真的有大 G，也不可能
开到云南吧。对，大 G 是熊的。哥哥想知道碎妈在剧里有出镜吗？有哦。碎妈在戏里穿过很多，但是都没有太露脸，然后但是有很多声音都是她的。还记得说那个男主下部戏呢，就是说长阳能不能当下部戏的男主，那个声音也是导演的。雨里有花絮吗？就雨里真的这些地方都不好拍，因为像雨啊这些我们都是会让他们赶紧，就是你们懂的，赶紧去把东西擦光，而且那时候很狼狈，妆也花了，你在那旁边拍，是不是？我个人觉得我不会拍，因为我会觉得那样很不尊重演员。你们应该专门雇个花絮师。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如果是我来拍的话，我肯定是首先把他们拍好看，这都是最简单的。其次是，首先是我不会去传播这些东西。如果你找一个外面的人，可能你们懂吗？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安全吧，对吧？而且有一些，说实话，我拍到了很多你们都特别想看的那些镜头，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们，因为有些镜头是保护演员的隐私，所以是的。果哥晴天有感情戏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后面几集会很精彩。果哥自己有感情戏吗？我的感情全在他们4个身上，还有在兰姐身上。我就是一个老母鸡，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10集蒙眼罩那个戏，那个是在一个酒店，不是清寂。让我想想，那个蒙眼罩那个戏，就是戴蒸汽眼罩那个，对吧？我想想那个戏，还有是不是小剧场里有那个手抬起来那个？那个也是在一个酒店，是在哪里啊？我想想啊。应该是在西双版纳，对，但是是在我今天晚上回去复习一下呀，真的太多地方了。果哥医院走廊那场戏演的超级好，谢谢。那个是后面拍的，哎呀，今天晚上让我回去想一想。其实我现在就可以翻相册看那个坐标，但是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临沧的一个山间酒店，那个里面还拍了那个，就是他俩吃泡面，大家知道吗？就是给兰姐录那个视频的那个戏也是在那儿拍的，还有后面的一些戏，那个酒店印象很深刻，那个也是最后拍的，大概最后。因为我记得那个地方拍完之后，浩宇和韩露他俩都杀青了，然后剩下的时候就是我们去那个猛宋村拍最后的那就是开场的那些什么无人机啊，然后还有外面炒茶的那些，对。哎呀，你们问我那个花絮里很具体的小细节，我真的有点不太记得了。对，开头几集都是最后拍的，而且开头的那几集都是最后2-3天拍的。包括就是盘山道，然后在兔，也都是我跟导演我俩去找的景。
就在那个蒙宋的村子里，大概3公里有原始森林。然后就是那种大的 S 弯，其实很难找，但是没想到在那里竟然有。有没有补拍镜头？我很好奇，其实基本上没有，除了有一些无人机的空中的角度镜头是可能会跟那个航拍师约时间，可能是后面才会拍，但是前期基本上我们能搞定的都是现场搞定的。但是有一些戏呢，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所以就一直都没拍。就比如说浩宇和韩露那场雨戏。就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拍成，最后是在大理，就在医院旁边，对，在医院旁边啊，医院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当时是在大理的一个路边，然后拍了嘉玲姐跟秦朗摔伞的那场戏和韩露齐浩宇，就是在雨中奔跑的那场戏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长阳收无人机拍了几次，长阳收无人机的那个时候，我就刚好那天是最后一天，因为我是晚上提前订的飞机，那应该是最后一场戏，如果没记错的话，最后一场戏，最后2场戏，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没在。长阳收无人机的画面，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好看，后来我看了之后，我也很惊叹，我就说，因为其实他没有飞过无人机嘛，但是其实他学习之后还是做得很好，我觉得那个收东西的，而且他手的感觉呀什么都很对。长阳跟嘉玲姐摔伞这个地方还没播吧？我说的不是那个肯定播了的，我说的是，兰姐走了之后，不是秦朗追着嘉玲姐出来嘛？问说就是葬在哪里这件事儿的那个雨，然后那场雨。千马私奔什么时候拍的？西洋剑影太震撼了。千马私奔就是我前面说的，在那个万亩庄园的草场，真的是2匹马，那2匹马都很帅。等那个马戏播的时候，给你们放点饭吧。那个马正好是 M。熊和刘经理是不是特选？对，他老学我说话。一张嘴就是宫斗剧啊！其实这场戏打电话这一场戏，我就在外面，我们是现场打电话的啊，在这儿。果哥剧里有双鞋跟熊一样的，哪一样的鞋？是最早8号吗？好像没有哎。那你要不然就是我穿他，要不然他穿我的。啥样子？哪拍？你们仨坐在沙发那段厚底鞋，那应该不一样吧？有点忘了。果哥，你是2月7号走了吗？好像是啊，不，2月，我应该是2月7号走的。2月6号还是2月6号？不是2月6号，就是2月7号。果哥剧中是配音吗？都是原声。导演是怎么让他们俩来的？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其实我是最后定的，你们想不到吧？其实那时候他们应该都已经定了，然后最后我才来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花絮，因为那个景没用。
对的，我们那天其实很早就出门了，大概4点多就出门了，想去赶日出，但是没拍到，就第二天又再来了。会有骑马镜头，会有的。那个马，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红色的那匹棕马叫玫瑰，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玫瑰。然后那个黑马叫安琪还是叫什么？反正当时那个马场的老师过来很帅，穿着马裤，然后牵着2匹马，我也骑了，2匹马很乖。啊，对的，这件事我听说过，好像是因为熊和小胡他俩之前认识。果哥借我1包面膜呗。这是鹿啊，你们群里是群里的韩鹿，你们见过打过招呼？刷到过你们金山拍戏那个无人机视角，一群人在山道上拿射，对的，那个盘山道的无人机是我出去拍的，拍了一段，就是疾驰的那个镜头。还有一个无人机的片段是在西归的那个山庄里，就是表姐的那个茶庄里，那个盘山道也拍了，那地方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地方还拍了就是直播，公益茶直播，还有春山素，就是休息的那些，就199那个也是在那儿拍的。然后在外面的，就那个酒店的外面，就是盘山道。真的去山里捡蘑菇？对啊，我们何止是去山里，是真的原始森林。就剧本里怎么写的，就真实情况就是那个样子，里面真的会有蘑菇。我昨天不是给大家在大眼上发了吗？那个红色的蘑菇就是在里面的拍的，真的有熊，真的有熊。我记得我们当时看到有那个熊的脚印，是会有熊的，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熊冬眠了。真的是会有熊的，当时向导跟我们讲是会有熊的。组里有专门的表演老师，有，你们猜是谁？而且他也出镜了，我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到他是谁。有人猜到了。石宇豪的经纪人，老师演得特别好，老师有几场戏也给我指导了，我觉得说得很好。他就在大理，对，石宇豪经纪人 ，Kevin 是浩宇的经纪人。石宇豪现在在我心里堪比小时候的柔某嘛。其实石宇豪我都很羡慕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次导演给他选的景和那些他家的那些陈设啊，都很那个，都很好，很有那个感觉，特别神奇。我跟邹老师回横店的时候，我们俩在路上碰到了。你知道有多巧吗？大概是杀青了1个月之内吧，我们俩在路上碰到，这个概率挺小的。对，他住我酒店对面。你跟剧里哪个演员最受联系最多？那还用问呢？他俩呗。可以给制片提供建议，剧播结束主创们录一段那个综艺吗？好喜欢大家想看综艺。好的，我回头去给他们说一下。新剧也是短剧吗？对，短剧。咋这么瘦了？有吗？啊，确实，可能真的电影机和
普通的还真的不一样，确实会，它会把人的脸放大一些。二搭的话，我希望如果需要我的话，我随时在。昨天我也讲了，就不管，首先是有没有我适合我的角色哈，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会去；就算没有我，如果需要我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去的。咱又不是说只能干台前，咱还能拍花絮呢，是不是？花絮是这样的，我拍完花絮大概几天的时间，我就把所有东西整理好，全部上交了。然后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把它们全部上锁，然后该删的删掉。对，但是后面有一些照片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就不涉及剧透，不涉及演员的隐私，然后我会给大家放出来的。主要现在有好多还没播，你知道吗？后面很精彩。对，还有风景的呀，大家路上吃的什么呀，然后一些好玩的我们拍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到时候有机会都给大家发出来。有穿那个迷彩服的有，熊是不是很贴合晴朗？我是到，后面有一段戏，其实告诉你们应该也还好吧，就是，关于朗弟7年前获奖，有一段站上领奖台的发言，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是我真正的觉得，熊真的是很适合晴朗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因为朗弟他其实他表面上是一个大明星，但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很渴望爱，然后很重感情的一个人。他不会说那么表达那么多，而且他其实很心软，你们发现了吗？有的时候他自己说了，我是个演员，我很感性。其实他本人也是这样。那刘靖宇跟朝阳有像的点吗？当然了。我跟你说，刘靖宇他最像朝阳的点，就是因为朝阳这个人，首先在我的感觉就首先他要有质朴的一面，他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他是一个能下地干活，然后能开车，然后能炒茶，然后很矫健的一个人。其次呢，是他在山里8年的时间，除了平时看看朗弟的作品之外，其实没有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他就是一个很单纯很干净的人，就是一个山野少年的形象。当然南大就跟他很符合首先年龄感，其次就是我觉得他们俩最大的共同点其实就是纯真、单纯、善良这一块，没有那么多很有心机的去展现自己。而且就是会越来越像，就是你慢慢感受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也会影响到你。刘靖宇到底是不是装傻？真不是，他装不了一点儿。大家问，昨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们戏里只有4种人，东南西北，然后东北人、湖北人、西北人，还有西南人，就是因为互相都影响不了，只有我们会被导演带成东北话，但是他们几个湖北人完全都带不。有的时候会在现场学一下导演说话，但是基本上他们那个台词有的时候就是有湖北味儿。那个许文书也是湖北人，然后熊也是湖北人，然后刘靖宇也是湖北人。果哥哪的人？果哥是西北人，果哥是甘肃兰州人。我看过那么多原单，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归功于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小的时候带我，就是
初中的时候吧，看的第一部原耽风弄的《凤羽九天》，然后其实我看的最多的是飞天夜翔的书，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古装的嘛，还有SCI 谜案集探案的一些，然后后面就开始入了吴哲的坑了，基本吴哲的也都看过，还有柴鸡蛋老师的也都看过，然后水大大的，对，小白杨什么的，对。然后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小说，玄幻小说也看，唐家三少啊什么的都看。吴哲老师的那个《猎狼岛》，我记得当时我还在那贴吧里留过言呢。对，吴哲其实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表弟凶猛》，这是第一部。然后后面后面他那几部其实都是很后面的了嘛，前面还有几部。对，钢镚儿好好看啊，钢镚儿好好看。我是撒野入坑的，撒野我也看过好几遍。我一脚踏空。狼心成双，对，我也看过。狼心成双我也看过。果哥能不能替我对刘靖宇说声他很棒？好的。好的，谢谢啊。对，我们可以聊没有影视化改编的，那影视化改编的几种就不好聊，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剧方啊，还有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解嘛，对吧？创作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很主观的，因为编剧导演他们进行二次创作的时候，肯定会带入自己的喜好啊，对吧？但是还好我们小春山导演编导一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能上一丢，不然就让你丢一。谢谢大家。